程玲玲也说她跟我们那么客气做什么？在我们心里，你和龙婷一样，都是我们的孩子。初九，你不要总将自己摆在拥仆的位置上，你不是拥仆，你是我们大家的孩子，是龙婷的姐妹亲人。虽然你给龙婷当保镖，保护她的安全，但我们并不会把你当佣人看，一家人是怎么相处的就怎么相处。初九抿抿嘴说道，师父，我是老爷爷捡回来照顾少爷的，从我到了少爷身边那一天，我的任务及职责就是保护他照顾他，现在不喜欢说丫鬟奴仆了，那我就是少爷的保镖。管家就算我和少爷一起长大的，你们也把我当成孩子来看待，是你们对我的疼惜，但我不能因此就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他很感激老爷爷救了他，把他带回他家里，让他吃饱穿暖，还能读书学习，教他医术，教他功夫。少爷也待他如手足，师父以及军家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亲人看待。可他不是他们的亲人呀，他就是少爷的保镖，少爷的管家，他这辈子的职责都是照顾少爷，保护少爷。他在，少爷在，他死了，在死前也要确保少爷安全了才能死。保护好少爷，就是他回报老爷爷救命养育之恩。初九，师父问你一句，如果龙婷恋爱结婚了呢？初九眼里掠过一抹慌乱，一掠而过，很快恢复常态。他说道，少爷家里就只有他一个了，他早晚都要恋爱结婚的。少爷恋爱结婚并不影响我的工作呀，我依旧是保护照顾少爷，以后有了少奶奶，我也照顾少奶奶。程玲玲又问，如果龙婷以后娶到老婆，不喜欢你，不允许你像现在这样形影不离地跟着龙婷，你怎么办？你没有恋爱过，不知道女人动了心，眼里是容不得一粒沙子的。哪怕你只是龙婷的保镖管家，但你是女的，又和龙婷一起长大，龙婷待你极好，压根儿没有把你当保镖看，他以后的老婆能容得下你吗？他肯定会吃飞醋，会跟龙婷吵架。初九不说话了。穆晴端着2杯水过来，将其中1杯给了程玲玲，然后在原先的位置上坐下来。两人的对话穆晴听到了，他坐下后附和着程玲玲的话，是啊，龙婷若是恋爱结婚，他未来的老婆未必能容许你继续形影不离地跟在龙婷身边，因为在他的眼里，你等于是龙婷的青梅。我只是少爷的保镖，管家，我和少爷又没有跨越过半步，他容不下我吗？初九看着两人问道。程玲玲往严重说，这个真不好说，他再大度能容忍你1天2天，也不能一直容忍下去。虽说你和龙婷没有越雷区半步，但你是个女的，天天跟在龙婷身边，可以说形影不离。他当妻子的都不会和龙婷形影不离，你却可以，你说他会不会吃醋？会不会胡思乱想，然后就容不下你？初九脸色沉凝，他没有恋爱过，但没有吃过猪肉，也见过猪走路，知道恋爱中的男女眼里都容不下一粒沙子，只要自己的男人女人出现异性，关系又极好，想不误会都难。而他和龙婷是一起长大的，他是以保镖和管家自居，但少爷对他的确很好，好到让人误会的那种。不说以后的少奶奶了，少奶奶是谁现在还是个未知数，就说个知道的。龙若雨追求了少爷一段时间，就特别的恨他，讨厌他，也嫉妒他，因为他天天跟在少爷身边，因为少爷对他极好。好一会儿，初九艰难地说道，穆妈妈，师父等少爷以后娶妻了，我就只有少爷出门才跟着他，他到了目的地，我就隐身保持着一段距离。未来的少奶奶在和少爷恋爱时，应该知道我的存在及身份，她应该不会再误会了吧？初九，你觉得龙婷怎么样？抛开你那忠于她仅以女人的眼光来看她，你觉得她值得你们女孩子托付终生吗？穆晴问她，并示意程玲玲不要再说下去，免得吓到了初九。少爷很好呀，不管我以什么眼光来看他，他都是个好男人，适合托付终生的男人。初九肯定的道，在他眼里，他家少爷是最好的。你有想过龙婷对你的好是亲情还是爱情？穆晴再问，想过嫁给龙婷，陪在他身边一辈子吗？你师公当初叫你陪伴照顾他一辈子，你知道有其他意思吗？初九愣住，他想过一辈子照顾保护少爷，这是他的使命，
但她没想过要嫁给少爷。师公当初捡她回来那样教导她，还有其他意思吗？师公话里话外的意思不就是陪伴少爷，保护少爷，忠于少爷一辈子？她能做到师公才教导她的。她一直很感激师公救了她，如同她的再生父母，让她有个家，让她可以像正常人那样接受教育。虽然学医学功夫时很辛苦，但有少爷陪着，少爷一样辛苦，甚至比他还要辛苦，他就不觉得累了。知道自己的使命后，他在学功夫时比少爷更加的刻苦。他知道如果他学艺不精，就没有办法完成师公所托。从小到大，他都没有想过少爷结婚的事，因为在他的认知里，不管少爷结不结婚，娶的谁，他都是少爷的贴身保镖，是少爷的管家，这是他的责任，是他答应了师公的承诺。没有想过少爷若是有了妻子，女方若是无法容下他，他该怎么办？该何去何从？更没有想过他要不要嫁给少爷。初九不是不懂得爱情，见都见多了，他知道自己心里装的男人就是龙庭他的少爷，但他真没有想过嫁给少爷，因为他觉得自己配不起少爷，他就是一个孤儿。少爷的亲人他也视为亲人，却又悄悄筑起一道墙，划分他和少爷不同的区域。你们俩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你可以想多一点的。男女之间的感情，相信你和龙庭都懂。初九张张嘴想说话，却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。妈，师傅，龙庭在厨房门口叫道，我给你们煮了面条，可以吃了。穆晴和程玲玲立即停止了对初九心灵上的冲击，他俩这是想给初九一点压力，让初九勇敢地和龙庭在一起。两人般配得很，又有青梅竹马之情。只是龙庭怕自己出事会害了初九，不敢表白。初九则是身份心结作怪，也不敢表白。这两个人若没有人在后面推两把，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在一起呢。龙庭是男人30好几了，还没什么。初九是女孩子呀，年龄大了以后生娃，成了高龄产妇，对初九不好。他们是真把初九当自家闺女疼着的，不希望初九受太多的罪，也看不惯龙庭这样拖下去。这次过来，就连叶君博都和老婆说，要催一催龙庭早点结婚了，年纪不小了。来了，程琳琳起身问初九，初九你要一起吃吗？初九有点失神，被师傅这样问，他回过神来，连忙说道，师傅，我不饿，你和穆妈妈去吃吧。他和龙庭都很少会吃宵夜，除非龙庭要应酬，没有办法才会吃一点。一来是怕长胖，二来是吃了宵夜睡不好，总觉得肚子有点撑，影响睡眠，能不吃就不吃了。行，我俩去吃碗面，你累了先去休息。龙家那边被我们挫了锐气，估计不会来了。穆晴说道。初九却肯定的道，3更半夜时他们必到。他们就猜到我们会那样想，认为今晚挫了他们的锐气，他们不会再过来，然后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。跟龙家那边打了无数次的交道，初九对敌人了解得很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吗？穆晴愣了一下说道，他们还会再来？现在都深夜了，不过龙家那边应该早就计划好了，还真有可能不会临时改变。那我们赶紧去吃宵夜，然后休息休息。初九，你快去休息，不用管我们了。穆晴催着初九去休息。初九说道，没事，我等会儿再睡，明天少爷应该不回公司，你们过来了，少爷总要陪陪你们，而且还要去参加 A 市的拍卖会。2位长辈就是打着参加拍卖会的旗号过来的。龙庭已经端了2碗面条出来，穆晴两人说的什么最快能做好就吃什么，下面条速度快，龙庭就给他们下了面条。妈，师傅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和初九平时是不吃宵夜的。放下2碗面条后，龙庭笑着问穆晴，妈，你们和初九聊了什么啊？我看初九情绪不太对劲的，他就那样看了2眼，都能看出来初九的情绪不对。没聊什么，就话家常，问了一下龙家那边的情况。2人当然不会告诉龙庭他们给初九下猛药了。初九说龙家那边半夜3更肯定会过来偷东西，他们猜到了，想干掉你没那个本事，就会想偷你的东西。程玲玲坐下来，她先喝了一口面汤，尝过味道不错，才拿起筷子吃起面条来。你和初九先去休息吧。
我们吃完了就过去休息一会儿，等有动静了再起来，羊粉什么的多准备点。龙婷说道。师傅羊粉怕是派不上用场了，你今晚用了几回？他们第一次过来翻墙进来时，我还能用一用羊粉以及其他药粉，第二次就用不上了。他们知道将自己保护得严严实实的。程琳琳眨眨眼，也是用的时候要偷袭或者在对方没有反应过来才行。现在他们有了防备是用不上了。没事，你种了那么多草药在那里，总有一种能用得上的。再者，只要他们能摸进来，关门打狗也很过瘾。我怕他们摸不进来呢。你这里的安全措施做得太好了。龙婷笑了笑说道，可以装着不小心让他们从大门那里进来，再关门，那才叫关门打狗。师傅你们慢慢吃，我出去了。龙婷惦记着初九，他是不相信师傅只和初九话家常，肯定还说了其他。不知道穆妈妈和师傅到底和初九说了什么，能让泰山崩于前也不变色的初九情绪不好。龙婷走出了餐厅，朝初九走去。初九是有点心不在焉，坐在那里发呆。龙婷近前了，他都没有反应。困了，上楼休息。龙婷低低地说道。走吧，我也要上楼一起。说着也不管初九答不答应，他伸手拉住了初九，将他拉起来，拉着他就往楼上走去。初九被他拉着上了楼梯才反应过来，本能的道，少爷，我房间在1楼，有些话想问你，不想让穆妈妈和师傅听到。他这样说，初九就不好再说什么了。上到2楼，进了龙庭的书房，他才松开了初九，随即关上了书房的门。之后他走到书桌前坐下，示意初九坐到他对面。初九站着，腰杆挺直，脑子也清醒了，恢复了那个总是冷冰冰的初九。少爷，你想问什么话问吧，我不用坐。他是管家，是保镖，少爷坐着他就站着，要记住自己的身份，与少爷保持着距离，也要有边界感，免得以后有了少奶奶，少奶奶看他不顺眼，不让他跟在少爷身边了。2位长辈的话，初九不是没有听进去，而是他不敢去想，总觉得他配不上少爷，少爷值得更好的。他什么都没有，除了有一身功夫能保护少爷，在其他方面是没有办法帮到少爷的。少爷本是天之骄子，他的另一半当然也和少爷一样是天之骄女才行，而不是像他这样的孤女。穆妈妈和师傅都和你说了什么？我看你情绪不对。龙庭也不拐弯抹角，直接问他。对，他是不能拐弯抹角的，他不喜欢那样，他也不喜欢初九猜到他是问这些。他神色不变答道，就问了一下龙家的情况，我知道的都告诉了他们，然后就话家常了，谈到了少爷的人生大事。不管是穆妈妈还是师傅，他们都希望少爷能够早点成家立室，问我少爷平时有没有交好的女性朋友，他们想认识认识，了解一下，看看你们能不能发展下去。初九在他家少爷面前撒谎了，还撒得很自然，脸不红气不喘的。